大家好，我是思琪艺。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女男的分数问题。这个分数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吧，就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男的分数好像是比女的高比如说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成功啊，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财富等等，而且他们看起来会非常自信嘛。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男的就会比女的分数高，但是我的想法是，其实女宝天生就应该是100分，但是它是在一个逐渐扣分的过程，而男的天生就是0分，但是他在现代的这个父权环境下，他是会一个有加分。那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女宝天生是100分，但是她怎么样去扣分呢？首先她妈妈有老公扣分，因为她妈妈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源和爱都给到她，分了很大一部分给她的老公。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不公会扣分，比如说高考男女分数的录取不同，还有他们在职场上，女生可能找工作的难度会更高，以及她会面临的各种压力、各种玻璃天花板会更多。那以及她的资源不够，因为她是女的，所以说她是没有办法继承到，比如说宅基地，比如说爸妈的房子，或者说爸妈不会很认真的给她攒钱，只是她创业，那诸如此类，其实她就在一直不停的在扣分。就算每一个女宝她都是天然的自然女，但是她在这样的环境生长，她肯定就会受到影响，她又没有一个很强大的知识系统，所以说她的分数就慢慢的降低，到最后她的资质平平，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意愿来生活，或者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当驴去了，所有的日常生活都会围着男的转，因为男的分数更高嘛。那再说男的天然就是0分，但是他是怎么样加分的呢？首先他虽然说妈妈要老公，但是妈妈超爱，所以说他所有得到的这种关注、这种喜爱，他从小的这种自信，就是他妈妈一直给他的。每一个男宝背后都有一个他超爱的男宝妈，职场和学校都是对他会有一个资源倾斜的，那更不用说他作为一个男宝，那他的爸爸肯定是会把他们家族的这个财富全部都留给他，这个案例都不用多举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就可以从一个0分的废物，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好像手握很多东西看起来就很厉害，但他其实就是一个草包。所以说基女就是要回归天然的规则天然的规则就是让女宝维持她已经有的100分，先保持，我们不要扣分，对吧？比如说让她的妈妈不要有老公，比如说社会所有的资源都倾向给女宝，比如说女宝可以享受所有的继承权，没有男的跟她抢资源，那她维持这个100分，她就是一个天然快乐的自然女，她不需要去争去抢，或者说很努力才能获得人家男宝就有的东西，她可以快乐自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她可以衣食无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她在不断的往上加分，去实现她的理想。比如说她自己去努力她寻找到一个她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或者学业或者兴趣，在不断的加强，去实现她的个人价值。那男宝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不要给他任何的加分，他作为一个天然规则的0分，他没有任何生存的资源，他本身作为一个草包，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甚至是活都活不下去，因为他妈妈看到他是一个0分的草包，就不想把他生下来。那说到这个女宝的天然的分数，我就会想到谷爱凌，她的天然分数就很高，她没有被扣很多。比如她是没有爸爸的，哇，绝了，这简直就是最大的福气了。而且她妈妈又会在精子库里面挑一个优质的精子，我所说的就是配子嘛。而且她妈妈本身也非常非常优秀，关键是她是真正的喜欢小孩，不是说我为了爱情，为了哪一个男人传宗接代，或者说我要有一个爱情的结晶，所以说我才去生小孩，不是，她是自己真的喜欢小孩，而且她还就要女儿，因为你精子库完全是可以自己选择男女的，她就想要女儿。而且谷爱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母系的名字，首先她随母姓，她是姓谷的，然后她又有她小姨的名字，中间又是个爱，就是这体现了她妈妈跟她小姨之间的这种非常好的母系的连接关系。而且我们从各种采访中，或者说谷爱凌自己说的话发的东西里面都可以看出，她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支持她一切决定的人。她不光是精神上决定，她还给予女儿非常多的资源，让她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学一切她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很多人呢还说啊，谷爱凌成功是一种偶然啊，很多有钱人才出了一个谷爱凌，或者很多富二代出了一个谷爱凌，但我认为不是，我觉得谷爱凌的成功是一种必然，因为她本身就是有她天然的这个100分，而且几个条件就全部聚齐了啊，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嘛。那比如说她的妈妈就没有老公，妈妈自己很优秀，挑选优质配子，而且还非常爱女儿，这个爱与关注和物质资源、精神支持全部都有了。那唯一的缺陷就是谷爱凌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还是一个父权世界，所以说她不可避免的去受到一些影响，还是会服美役啊，或者说可能会有男朋友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已经是一个非常接近天然女宝的样子，她本身的分数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说她能够很轻易的去活出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考到非常好的大学，她能够把兴趣当成她的可以说是事业，而且能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拿了那么多的冠军，而且她还可以赢得非常多人的喜欢，成为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小女孩心目中的榜样，给到她们非常多的力量。那么如果我们试想一下，现在已经是一个全女的世界啊，或者说啊，你可以叫它女权世界或者母系世界都可以，但是全女啊。那如果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的女宝，她们都拥有像谷爱凌这样子的条件，家族里所有人的爱与关注，然后还有很丰富的物质资源，那么同时她也不会受到父权社会的这些服美役或者说男人存在的这么一种影响，也不会告诉他们教给他们一些错误的东西啊，不存在比如说像异性恋这种毒素。那这样子每一个小女孩她长大之后她都是谷爱凌啊，各有各的优秀，不管是世俗意义上的优秀，还是他们自己啊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的这种优秀，能够做到真正的这个知行合一，自己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自己的价值也能够得到体现。那这就是理想中的一个全女社会中自然女宝的样子。那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梅梅。那我们都知道梅梅是非常有才华的，那她现在也是当之无愧的世一。那我觉得一个女生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成就，真的我无话可说，我不会攻击她，因为她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已经真的很服她。那比如说我们从刚刚这个分数的角度上分析一下她也没有扣掉太多的分。首先她妈妈也是非常爱她的，那从她很多的新闻采访、纪录片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她妈妈一直是非常支持她的梦想啊，带她从他们之前的那个滨州走到田纳西州，去各个公司发她的 demo， 试图让这个公司签约她，然后她所有的演唱会是跟着一起去等等，就你可以看出来她妈妈是非常支持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且家里面也是愿意去投入钱去支持她的梦想。她有这个才华，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才华吗？其实真的不一定，就是她还是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所以说她是有妈妈的爱和关注，以及同时有物质资源的支持。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她还是生活在一个父权的不公的环境，以及她妈妈是有老公的。所以说梅梅什么都好，才华、机遇、性格，包括她的身高、她的强壮，这些东西都非常好，但是她的问题就是太爱男了。就有的时候我都很费解，她怎么会那么爱男？之前她不是跟Joe分手了，我还觉得挺高兴的。我说谈了6年也分手了，挺好，说明她还是想搞事业的嘛。但没有过多久，演唱会开到一半，她又去谈恋爱了，谈的又是一个轰轰烈烈，搞得人尽皆知。然后这个男的又过来看演唱会什么的，我都快烦死了。就他就会真心的觉得事业跟爱情是可以平衡的当他在努力搞事业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爱情经营得很好，他真心觉得很骄傲的事情。而且他的歌词里面也是，就都是男爱男爱的不行的，就离不开所谓的性缘语境。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就欧美这种真的很崇尚爱情的这么一个环境，他从小看着他爸爸妈妈，然后又看着他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异性恋，或者说他没有男人不行，或者说他遇到了一个坏男人，但是他离开了，他后面又会找到一个好男人，最终呢就会有男人给他带来幸福。就他一个这么想吗？不是，那女的都这么想。所以说就是这种欧美平权，这种对爱情的这种崇拜其实是很有毒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还是假设全女社会的天然女宝有她或者类似她这样的条件，比如说有很好的音乐才华，然后本身也很强壮，
然后妈妈特别爱，同时也给很多的支持，但是同时他没有这么一个爱男的环境，没有从小他爸爸还有我记得他是有一个弟弟，就是这种男性，一个温柔的男性在他身边，让他觉得男人还是挺好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概念，同时又有之前的条件，那是不是其实刚刚所说梅梅的这个唯一的缺点太爱男就被弥补了？目前我看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去保持他这个100分的基础，同时在往上一直加。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父权的社会里，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受到这种毒素的侵扰嘛。那我们自己作为基女，作为自然女，去女权觉醒，或者说去回归天然的规则，其实也是努力的去排除这种毒素。那回到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女男分数的问题，或者说女宝分数的问题，就我会认为一共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母系家族，或者说妈妈的关注和爱，全心全意的关注和爱，就是像男宝妈爱男宝的那种爱。那其次就是一个物质资源的倾斜能够给钱、给时间、给精力，让他去发展他的天然的才华，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才华。以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整一个社会环境舆论的建立，以及一个无男的环境，比如说妈妈没有老公，或者说她的身边没有男性的出现。那其实这几个条件如果都聚齐了，其实我觉得就女宝她肯定就在100的分数以上，能够就是直飞冲天。简单来说就是有爱、有钱、有环境。那这3个因素反正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是没钱，她有妈妈的爱，然后也有环境，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资源，这个女宝就没有办法就是毫无后顾之忧的为她的梦想去奋斗。即使她有很好的天赋，但是没有钱，你总是会有一些生存上的问题要考虑嘛。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就先去弥补这个不足。比如说你需要先去赚钱，然后才能去追求梦想。比如说有钱有爱，但是没有环境，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谷爱凌和梅梅的情况，一切都很好，但是就是有点爱男、服美役诸如此类，不能够完全的去释放自己所有的实力。还有一种就是有钱有环境，但是没有妈妈的爱和关注，那女儿可能只是妈妈的一个打造人设的工具吧。就她可能会在表演一种好妈妈的形象，但是她不是真真正正的去支持女儿，而女儿当然是知道的，女宝的直觉是很准的，女宝是感觉得到谁喜欢她谁不喜欢她的，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内耗。当然就女儿也会坚强起来，也可以走出来，但是她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内耗上面，就是很没有必要。就好像是刚刚说的，没有钱，他需要先去赚钱，然后去实现梦想。那没有爱也是一样，他先要去修复自己内心，去强大自己的精神。那这3个因素，有爱、有钱、有环境，如果这3个条件都能达成，那女宝作为一个天生100分的情况，那她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分数一飞冲天。那至于男宝呢，那我都不想花时间说，因为他们是0分，0分就 OK。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拜拜。